当然，大家看到这么多的中国单方面的这些经济制裁的部分哦，我们都想象中共主动发起这个经济制裁经济贸易的战争哦，一定是盘算清楚，然后做许多对自己有利。可是老实说，我们目前看起来，好像中国反而在这一波自己主动发起的这个经贸战争中，受害好像还比较深哦。这到底怎么回事哦？中共盘算错误吗？这个部分可以请教老师吗？北京的失算是很明显的，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贸易层面。北京没有料到的是，澳大利亚居然顶住了中共经济制裁的压力，不向中共屈服。那美国的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这个 Matt Pottinger， 中文名字叫伯明，他在今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9月10月号上有一篇文章，叫《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大战略如何利用美国的力量》。他提到这个多年来美中关系的实况，同时也谈到了中国经济制裁澳大利亚的实质。伯明说，北京最近试图胁迫澳大利亚遵守中国政策的失败，很好的说明了一点：中国领导人赌的是澳大利亚企业在遭受贸易制裁、贸易禁运以后，会游说其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政治让步。但是澳大利亚人民，包括商业领袖和出口商都明白，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屈从于一个危险的新秩序。所以澳大利亚吸收了损失，经受住了禁运，并找到了新的市场。澳大利亚人决定，他们的主权比龙虾销售更重要。那么毫无疑问，这让那些认为坎培拉会把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置于其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北京感到困惑。中共打出这张牌以后，只要民主国家保持对利害关系的警惕，就不可能在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地方再次有效地打这张牌。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说，澳大利亚好像受到损失，但中共也受到损失。确实，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虽然是遭到中共的贸易制裁了，但铁矿出口赚了大钱。那《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22号报道，有一篇标题是“铁矿石价格飙升，削弱中国对澳贸易施压战术”。这篇报道说，国际市场上铁矿石价格今年飙升到10年来的最高点，削弱了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施压战术。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政府并没把它作为贸易制裁的对象。那么铁矿石价格飙升，让这个占全球铁矿石出口1半的这个澳大利亚增加了收入。去年春天的时候，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不到每吨100美金，那么今年4月22号上涨到每吨188块，所以澳大利亚的贸易顺差上升，铁矿石的公司缴纳了更多的税款。今年5月，由于中国的钢铁公司对铁矿石的需求更加旺盛，那么第二大铁矿砂出口国巴西又受到疫情和恶劣天气的影响，这个铁矿石出口受阻，结果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上升到了每吨233美金。那么澳大利亚有一家这个最大的铁矿公司叫做这个 BHP， 就是中文译成必和必妥。这家公司表示说，他们出现了创纪录的产量提升。年度铁矿石产量大概是达到了2.45亿吨和2.55亿吨这个范围。那么澳大利亚的一个皮尔巴拉港务局，它的数据显示呢，3月份从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中心，就是澳大利亚北部的黑德兰港运出来的3810万吨铁矿石的目的地都是中国，占这个港口发货量的80%以上。那澳大利亚政府今年4月份报告说呢，强劲的铁矿石价格推动了到今年6月的这个澳大利亚财政年度的铁矿石出口收入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达到1360亿澳元。那么历史上最高的是2020年的1040亿元。那不久呢，国际铁市场的铁矿石价格开始回落了，落到今年8月已经从5月份的每吨233美金跌了43%。据中共的外宣官媒分析呢，铁矿石价格跌落的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采取相关措施，要对这个澳大利亚铁矿石压价。这些措施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是合并钢铁公司，减少中国公司之间的抬价竞争。中共公开表示说，他们合并钢铁公司的目的就是要以量谋价，增加在铁矿石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那么第二个策略的目的是，中国还到非洲去投资铁矿山，想要减少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那么第三就是中国还在取消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这样的话就遏制中国钢铁企业的出口，那达到减少铁矿石进口的需要。最后呢，中国还想让钢铁工业多用废钢，那么也是为了减少铁矿石进口。那么中共上面的措施呢，只是为了压低铁矿石进口价格，并减少进口量。但中国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澳大利亚铁矿石，原因是中国的铁矿石开采量是越来越小。现在全世界铁矿石储量最多的是4个国家：澳大利亚、巴西、俄国和中国，合起来是占全球铁矿资源量的70%。但是如果是按这个铁矿石当中含铁量计算，这个中国的铁矿储量是全球的11%，但是含铁量只占全球的8%，因为中国的铁矿石含铁的品位，就是铁占矿石的比重，平均只有25%。那这个比例呢，就是比澳大利亚低13个百分点，比巴西低9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1大的钢铁生产国，占全球钢铁生产的1半，但是它的国内的铁矿石资源不足，而且贫矿多、富矿少，开采成本高，所以它不得不大量进口。那么我个人对中国这个铁矿储备略知一二，因为我以前为这个工作过。那么中国是在文革10年当中取消了大学的入学考试，是1978年才恢复考试。我是那一年考进北京那个中国人民大学。那么进大学以前，我是在安徽省地质局的一个327地质队工作了几年，正好呢是负责管理地质部在安徽省庐江县组织的一个叫做庐江纵阳富铁矿勘探会战。那么我当时负责管这个安徽各个单位的钻探施工统计。我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今天中国目前开采条件最好的储备铁矿，就是上面我提到的我们当年做过那个铁矿勘探会战的一个副产品。那么当时我在安徽327地质队的时候，中国的地质部是集中了安徽省和江西地质局多个地质队50台1000米钻机，勘探安徽省庐江县的罗河铁矿。那么然后这个地质队的技术人员根据勘探罗河铁矿的找矿经验，在附近又找到一个叫泥河铁矿。那么泥河铁矿的含铁品位呢是36%，算是中国铁矿储备当中品位最高的。但是这个矿的埋深是800米以下，所以它只能打竖井开采。那么中国有国家地质调查局最近有一个报告叫《中国铁矿资源调查报告》，这个报告表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中国地质部门只找到2个新的铁矿。刚才我提到的泥河铁矿是其中之一，算是最好的，埋深算比较浅，也是800米。那么比这个铁矿品位再低的另外一个新发现的铁矿呢，是辽宁本溪的大台沟铁矿，埋深矿床埋深是达到1000几百米，开采难度更加大。那么刚才讲这个泥河铁矿800米埋深意味着什么？我就用上面刚才我前面提到我当年工作过的那个罗河铁矿的例子来说明。罗河铁矿的勘探报告是1978年就提交地质部的，但是负责矿井设计的冶金部门拖了很久的，直到2007年才开始建设矿井，2015年刚正式开采。也就是说，这个罗河铁矿的开采一拖30年。它这个铁矿开采是为了供应这个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它之所以拖30年，就是因为矿床埋深在900米上下。那么矿井之下，这个地下的这个到900米的时候，地下的自然地温超过40度，所以矿井的通风问题长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工人在40度高温上长期工作是很困难的。现在呢，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已经开采这个罗河铁矿虽然投产了，但是矿石的杂质多，品位低，埋深深，然后矿井的建设费用高，矿石的上运成本大。那么如果今后中国剩下的现有的2个这个储备铁矿要投入设计或者建井的话，罗河铁矿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们一个不差全会出来。那么今后呢，已经中国好像没有什么富铁矿储备了，也没有可以这个露天低成本开采铁矿。中国现在18个现有的铁矿，2个已经采光了，剩下的
这个露天开采的矿都已经挖到几百米深了，已经达到极限。那么中国未来的这个国产铁矿石只能用深井开采，成本当然很昂贵。那么同时，中国低质高价的国产铁矿石也没办法和高质低价的进口铁矿石竞争。那无论是从铁矿石的质量看，还是按开采成本评估，中国的钢铁工业今后仍然离不开澳大利亚的富铁矿。中国现在这个基本上是国产铁矿石只能供应1/5的需求，剩下4/5全靠进口，其中主要是澳大利亚的铁矿。因为澳大利亚铁矿石不需要经过选矿就可以入炉炼铁，它的露天开采成本即使加上远洋运输费用，也远远低于中国现有和未来的那些国产铁矿石的开采成本。那么中国虽然试图压低澳大利亚这个铁矿石的出口价，但它没有办法降低它国产低品位铁矿石的开采成本。所以随着中国这个将来这个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上涨幅度加大，它的铁矿开采成本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关于铁矿石的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铁矿石和石油一样，是属于大国军备竞赛所必须的战略物资。大日本帝国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台湾是被迫卷入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必须夺取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当年是荷属东印度那里的石油。那么今后中共会不会步大日本帝国的后尘，因为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这种战略物资，而为准备征服相关国家展开部署？这个现在已经不是猜想了，而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事实。那当然，回到这个军事的部分，